大家好，虽然说气候的因素，一直觉得秋冬作物种植呢慢慢来就好啊。不过若是自行采用种子育苗，倒是可以先一起育苗，再依据种苗生长的速度决定整地位置的优先顺序啊。现在这位置是被台风吹倒的棚架区啊，拖到现在才要拆除结果台风又要来了。之前还靠着残留的野生豇豆与苦瓜强力撑场，功成身退后，将藤蔓收起，搬运到堆草槽时呢，感觉身上似乎有虫啊。剥除后才发现是这只螳螂。螳螂的出现也算是后院友善种植的富裕成功。拉远距离来看，可以发现新棚架往更内部移动后，视觉的压迫感降低了不少空间感觉也变大了。眼前呈现的视角，除了是自己如何看待后院的菜地，也是在思考如何安排工序流程，让环境整理起来效率会更好另外，残留豇豆与苦瓜的根系，则是用来观察地底根系生长的方向，这样会比较客观，不用盲猜从根系走向就可以直观了解地力与土壤湿度残留豇豆与苦瓜又再发挥了另一次残留价值至于最后的剩余价值呢，还可以草木灰化或进行堆肥由于今年雨水期拖得很晚，过往很多人习惯晒土的时间拉很长如果晒土的理由是要杀虫，因为连续雨水比较多，已经有淹棚效果，台风过后就可以整地直接种了。若是晒土的原因是要杀菌因为中秋节已经过了，赶着种植的话，在有日照的时间增加翻土曝晒的频率，其实很快就可以进入种植现在正在挖取的黑芥蓝呢，则可以再转成秋冬季的作物不过吃的是菜梗，得让它长高大，可以反复割取侧茎去皮食用，而不是吃嫩叶要吃嫩苗的话，可以改种黄芥蓝、高丽菜花，会比较细致吃菜梗的种植方式，过往的影片也有记录请自行享用现在是先简单挑比较健壮的黑芥蓝，改移植到前院去后院还是先以细嫩精致的作物为主。前院虽然有开始慢慢整理但是又有台风要来，只要一下雨，土壤又会变湿黏前院也就只能继续放慢作业现在这时间点，光要设置堆草槽、加速除草就很麻烦前院只能先继续当缓冲种植空间来使用。整完地后，两组菜床刚好可以当前后对照。右边这槽里的味美菜，硬是要拖几天才要拔。不趁新鲜吃，那就只能先都拔去冰箱冰着了。这是老问题吃菜的人不配合种菜的人哪来那么多假日时间可以慢慢整地？左边土壤经过一天曝晒后，表面已经干掉，目前已经种植的青花笋与高丽菜移植的影片下一步再连结头菜一起剪辑本部影片先把菜床重整的过程与原因交代完毕而这好几年前利用瓦片围出的菜床，看似还非常整齐但事实上是歪斜的非常整齐。先将靠近瓦片的土壤往内爬，方便推回之外呢，也算是进行一次深度的松土从推回的角度就可以知道歪斜的程度
经验累积后，避免瓦片倒塌的方式做出调整。在一开始围菜床时，要让瓦片略往菜床内部倾斜，方便让靠在内部的土壤支撑与吸附这样瓦片还有卡榫作用，就不容易往外倒。要求非常完美的话，可以再拿笔直的木头辅助不过因为瓦片有卡榫加上土壤的作用，一段时间后还是可以自动调整到很好的整齐度。调整完毕后，除了变宽也比较好走之外呢，左侧内部是种植可以反复采收的青花笋对于日后采收也会更为方便。因为台风要来，不急着种植，就先将此槽继续改造。改造的目标是希望一年四季都可以方便种植。在秋冬季节种植时，利用防虫网防叶菜蛾；在夏日时呢，改用高密度的黑网进行遮阳相信今年的气温呢，已经让不少人吃到苦头不想被天气挨着打呢，就只能趁机做一点尝试由于侧边的瓦片是最早期施作的隔离主要的目的只是避免土壤流失一旁的走道是后续才进行铺设很有偷工减料铺设柏油路的感觉没有将坏掉的底层刨除干净，就又继续铺上柏油，结果房子前的道路越来越高，不积水都难而要将这瓦片拉起来，算是第一次遇到虽然知道当初铺设的结构，但着实还是花了不少功夫不过手能生巧了，另一侧花不到1/3的时间就完成了。整理老家这边真的是学到不少奇怪的功夫摸索出来的不同技巧，再进行组合后呢，就又可以变成新的技能。大概就是从做中学的另一种收获。虽然说模仿复制成功的经验比较快但是自身尝试失败的经验才会记得久因为大家都习惯想学成功的经验失败的过程却是避免走冤枉路的良好提醒至于摸索的乐趣呢，真的是就得靠自己体会了。这跟常听到的一句话很像遇到繁琐的问题，就有靠个人的智慧来解决了。没有智慧的话呢，那就学习假装很有智慧的方式会比较快瓦片全部拉起后，又将土壤先进行回填回填的时候，先使用还没有进行敲松的土壤，除了比较扎实，也可以省掉一旁需要松土的劳力将土壤回填采实后呢，将走道先铺设好，预留一点缝隙的原因是方便日后将砖头翻起除草除非要在砖头的缝隙做防长草的填缝剂不然长草是避免不了的。除草时呢，翻起砖头重铺会快速轻松许多由于瓦片有卡榫可用，底出挖出平整沟槽后呢，先再铺一点松软的土壤，会比较容易调整瓦片高度最后的提醒则是瓦片要微往内倾这在上方再摆上支撑网子的木头会非常稳固瓦片下方铺一点松软土壤的效果，加上有抓到平衡点，就可以整齐站好比要把鸡蛋立起来是容易多了最后就可以在内部补上敲松的土壤帮忙支撑就等雨水淋湿土壤呢，加强固定完全不用自己来。两侧瓦片同时拉高后，侧边就有固定的支撑可用了。一旁的菜床先压上了种杉木，
当作防台措施啊。至于这株开花的七里香内呢，则成了螳螂宝穴了。目前已经发现螳螂的卵鞘呢已经孵化了。最后的建议，利用台风天进行育苗也是不错的安排。谢谢收看。